好，我们这一段呢，来介绍一下那个 Elementor 里面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哈。好，首先我们先开一个新的页面。好，从这边新增页面开始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呢，加上段，我就给它取名字叫做中文也可以哦，段与栏的关系。好，那这边直接开一个全宽的范本，好，按发布。好，这里其实就已经有它的永久连接了哦。那我们直接用 Elementor 来编辑。好，进来之后呢，它一样，因为我们选的是全宽哦，所以它保留上面的 header 跟下面的 footer， 中间这边就让我们自己来发挥了哦。那我们在介绍这个段与栏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呢，我们现在先看一下左边这一颗哦。其实最常看到的是，我从无到有要制作一个页面的话，就是红色的这个加。好，那这个东西呢，就点一个加，就帮我们产生一个段哦。那个英文叫做 section 哦。那这边呢，就是一个栏位、2个栏位、3个栏位。我们把这个段想象成它是一个大的抽屉哦，那个衣橱里面的抽屉。那在这个抽屉里面呢，哦，你想要分隔哦，每一格放什么样的物件哦？比如说我们的里面摆衣服啊，左边放上半身的衣服哦，右边这一栏哦，拿来放裤子或裙子。那你分3格哦，一些比较私密的衣服可以放在第3格哦，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思考一下。那我们一般呢，首先很快的来做一个哦，分2栏的一个段。好，我要选取这个段，就是点中间这一颗哈，那就是选取段了。好，我们之前讲过，你要编辑谁哦，你要调整谁、设定谁，你就去点它。那栏呢，你就看到这个灰色的地方哦，这里有一个左边栏，这边一个右边栏。好，这2个就是它的栏哦。那一般呢，它这个点下去就有点像 Word 一样。Word 打开的时候呢，它就会有那个天地左右都帮你空下来，这个也会有一个预设的距离哦。好，那这个是10个像素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呢，你看我现在点它左边这个栏哦，你可以设定它的宽度哦，这边直接输入数字也可以哦。那我们用这个用游标去滑动哦，去拉它来产生也是可以的。好，那这个地方拉好之后呢，其实我可以在这里面放进去很多物件，然后就是这个9宫格点一下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摆一个图片在这里哦，这个地方它就变成我们的图片。那你点它的来源，我们随便选一张图给它。好，选了之后插入媒体，它就摆进来了。那左边这个图加上右边的这个栏位，看你要怎么放哦。这个图的设定呢，这边你也可以来试着玩玩看。那你有没有发现它距离边边都有一个哦，好像有一个gap 哦，就是有一点距离的感觉，它不是贴满它的一个状态。那如果你想要让它贴满，你贴满了，我们就选这个段。好，你发现我在设定段的时候，编辑段这边有一个栏间距哦，栏跟栏之间的间距，预设值就是摆这个地方是10像素，10像素。那我们把它改成没有间距哦，你也可以让它宽一点、窄一点哦。这个东西你自己去体会一下，每设定一个它的大小都会不一样。那我们把它如果设定成没有间距，它就会整个贴起在边边的状态。好，这个是这样哦。那右边这个呢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哦，我拉一个影音进来好了。好，你会发现它也是贴满、贴起边边，整个满满的那种感觉。好，那这边呢，其实我是随便拉进来的，我们把它删掉，让你大概了解一下，它这个东西，如果你不想要让它有栏位的时候是怎么样设定的，就是没有间距。好，我们把它改回预设值。从段里面的第2个标签样式哦，我们可以来看一下，你可以给它一个背景哦，背景的类型有分几种哦，一个是经典的一个颜色，选个颜色给它。它就帮我们把它套到背景上面去哦。那其实你在学这个的时候，最快的做法就是，从那个 Envato 里面你去带一个版型进来，然后你去拆解它哦，解析它的设定是怎么样做的，那你的进步会很快。
那没关系，我们从头自己来手动来做就是我设定这个背景在这边。那有没有发现说，其实如果我想要让它左边是这个红色底右边呢这个栏位呢，我想要另外一个背景是 OK 的。我再点一下样式一样，它这里也有个背景色可以设定。你会发现它是2个不一样的颜色跑出来了这个比较深红，接近咖啡色、棕色的感觉。设定好这个颜色之后呢，你就会发现说，其实最外面那个大抽屉呢，里面是段，叫做段。那段里面有2个栏它是叠在这个段的上面的。好，所以我下面的这个段呢，设定这一个桃红色当背景的时候，它在它的上方，我们把它想象成图层一样它的栏里面还可以再设定一个颜色，它这个颜色就会盖到下面那个颜色，就是这个桃红被盖掉了。那它这个加呢，就代表说我中间还可以放东西我随便拉一个标题进来。好，那各位有没有发现说，我们在拉的时候呢，不管我拉什么我现在先随便拉2个东西进来，它是由上而下这样排下来的。好，那这里呢，你也可以把它颜色改一下，比较容易看得到因为它是一个深色底的。那我们把字的颜色呢就改得比较亮一点。好，那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就可以晓得说，其实它有点像图层的概念字会压住下面的颜色，然后下面这个栏的颜色又会再压住段的颜色，它有这个顺序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我们在制作这个的时候呢，你就去这样思考一下，其实就可以做到很多变化了。我们在这个栏的地方呢，我们设定一个进阶里面的往下面我们把它选了。我们选了底色之后呢，它下面的框线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圆角。因为发现我现在把它拉进来，设定我故意把它调大一点它这个地方的圆角跑进来，它就会被看到，就是它变成圆角之后呢，它下面这边就看到下面原来段的一个背景色。好，那这里呢，我再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内距内距就是它往里面这边去缩，你会发现我这边调整的时候，里面的元件就会被我这个数字来做到挤压的一个感觉。那外距呢你会发现它在那边推的时候，它就是这个框框的外面往外面设定的感觉。我故意一样也叫30，它往外30然后呢内距是它往内30。好，这个翻译这个叫 margin 这个叫做 padding 以前的翻译在 3.0 以后，它自己就变成边界了以前叫做外距，这是内距这个没关系，翻译的东西稍微知道一下就好了。那这个图的位置呢，你大概就更容易去了解说，这是段段的底色，这是蓝，右边蓝右边蓝的底色。那右边蓝呢，你选好之后，你可以在样式这边选它的框线。我们现在是没有设定任何框线，可是我希望这个地方有圆角，我就把它搬进这边设定出来。然后它的肚子里面这个蓝的里面还可以再放别的东西，我们就拉2个物件进来，让这2个物件的颜色，你看这边设定自己的颜色，这边设定自己的颜色，它又压了一个蓝的颜色，然后蓝下面又可以再压段的颜色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这样子的。好，那在这里你有没有发现它已经做好这个状态之后呢，我们这张图好像是往上靠起的预设是往上靠起的。那在这里面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我点这个段，我希望它肚子里的所有东西 vertical align 呢 vertical 就是垂直的意思那我们的垂直方向的对齐，我希望它是中间这里面的东西我都希望它对齐中间的意思。好，那对齐完之后按一下更新，我们来看这一页的预览点一下它的预览变更，眼睛点一下它就跳出来了。它确实是长这样的，没有问题那你希望它再高一点呢？这个段可不可以设定高度？是可以的你点这边的时候呢，你看一下它这边间距，我刚刚讲过，你可以把它设定成没有间距这里面它左边跟右边它其实是贴满的，可是这边为什么有距离？因为我们设定的是这个栏呢，它
这边的边界有30，它往上面长了30，然后里面的物件跟它又距离30，是内距的意思。OK， 那我们在这边我再调回来我不要让它没有间距，我要让它有预设值的间距然后我现在做一件事情叫做高度，我把它改成，如果是使适应萤幕呢，它就是我们的萤幕有多高，它就会上面自己长出来，下面自己长出来。好，如果呢，我们来更新一下，它会自己重整你会发现它这边就自动帮我们跑出来。那因为上面这边是锁住的状态所以它上面还是保留定住的感觉。好，那这里面如果你想要让它一个精确的高度这边有一个叫做最小高度，最小高度是400预设，那你可以把它这边调大调小，我们把它调到300好了。好，存起来。这个缩图呢，就代表说这个栏位可以在不同的显示装置上面做不同的数据的设定。如果你在平板上需要给它一个不同的数字，你再来这边改一下就好了手机也是相同的。好，我们重新看一下这边就是300，我们刚给它300。那我如果给它400呢，或是给它500呢？400更新。好，这边就会自己长出来，这是400。好，这个部分呢，我们大概了解一下段跟栏之间的一个相对的关系。好，那它可以协助我们做到非常多的一些变化那我们这边呢，故意把它变成平板的时候来看一下。OK， 它这边的设定，如果你没去动它，它会套用在原来的桌面上面的设定的数据。手机呢，你会发现自动它像瀑布一样，宽度不同它自动往下挤右边的栏位自动被往下面挤到下面来，然后它还是保留30的一个边界值那我们这边的设定呢，就大概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完成。好，那我们这个范例呢，就讲解到这边段跟栏位之间的一个关系跟一些设定的方法。好，大家可以来练习看看。